为什么中国人只骗中国人？为什么中国人喜欢互相整对方？在这个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继续读《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这本书，今天读到中国人的在一起感这个专题。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中国文化的这个专题去读更多的书，以帮助自己和朋友们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的病毒，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中国人的在一起感，在美国，这种大家一起行动的做法是绝少出现的，因为美国人习惯了无牵无挂的个人行动。一般的美国人对个人能够支配的时间是有点紧张的，认为必须将它用在对个人有生产性的事情之上。至于过度地将自己浸融在人际关系中，则往往被认为是没有生产性的。而且一般美国人以不在感情上过分依赖别人为最佳，因此不以落单、掉队或者脱离群众为个人的悲剧，将另外一个人撇下也并不认为是不够朋友的做法，而只不过是让自己有更大的行动自由，也让对方有更大的行动自由。新教文化提倡的是个人得救，也就是认为每一个不同的个人都必须自己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得救之路，不能被世俗关系所连累。当初这个清晰明朗的自我仍需要面对上帝与社群的，当上帝的观念逐渐模糊，社群之趋于瓦解之后，这种文化设计就导致了个人的充分发展，而每一个个人都认为只有单独行动才能将个性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个倾向在美国人身上比其他西方人更严重，因此谁单独旅行谁就会行走得最快，这一理念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动中很形象地表现了出来。对具有加尔文教背景的美国人来说是不足为奇的。因此美国是一个十分冷酷的社会，也是一个只适合强者生存的社会。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性格软弱的、感情上过分依赖别人的人都是有趋于精神病态的倾向。有一个美国人因为从小家庭对他过分照顾，养成了他在感情上过分依赖别人的习惯，因此就常常去找别人或打电话给别人，而且总是愁眉苦脸要人同情的样子。结果他的同胞都对他敬而远之，他转而向中国人群中去寻找朋友，却没有遭遇到拒绝。然而对一般正常的美国人来说，这种交友的动机根本不足以构成友情的基础。他们对想接近自己的人都保持一种警觉性，并倾向于对这件事情进行细致的分析，认为有的人来找自己并不是算交友，他们只是一些必须面对他人才能对自己下定义的人，或者有的人向你提供小恩小惠是为了在感情上剥削你等等。因此他们交朋友都不是倾向于在感情上过分依赖对方，而且尽量避免交换小恩小惠。在中国人之间彼此在一起的需要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种种不同的交友意图都被掩盖起来了。的确，中国人认为与人保持距离是拒人千里之外，在英文中则知拒人于一臂之遥而已。可以这么说，富有人情味的中国文化是一个照顾弱者的文化，自然它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个体的弱化。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人的合群是基于一种内在的需要，而不是一种道德上的选择，因此也就很难说是比西方更无私，只能说是一种不同的需要。自己人之间抱成一团的中国留学生，却往往将好奇心窒息，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从来就没有让他萌芽过。唯恐自己的生活太过多姿多彩，超出了大家的常规，就会像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回不到自己人那里。的确，中国这个超稳定的文化在个人身上造就的就是一种没有不断自我超越的终极人生形态。团结的倾向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就有团结的倾向，并且以能够团结别人为一种美德。这种行为的出现与中国人的和性、人我界限不明朗、和为贵以及在一起感都有直接的关系。中国文化这种和的倾向诚然对形成一个民族国家是有利的，但是它对推动其他现代化的过程是否有利呢？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中国人避免对抗的心理，使统治者对任何敢于起来反抗的人都能轻而易举地冠以破坏安定的罪名。中国人向往在一起的倾向，也使统治者容易对任何持不同意见者用破坏团结这顶大帽子，两项罪名合起来就变成了破坏安定团结。中国人的群体在保持面和心不和的状态下，就会让彼此之间的斗争在团结的形式下去进行。这种大家分不开，但是又必须互相整来整去的情形，
就好像大家庭中的婆媳、叔婶、妯娌的斗法一般，使彼此都变成了虐待与被虐待。中国人这种不容许个人有自己的意见，而却允许将私利打扮成公益的做法，使中国人比西方人更容易为了一己的私心而做出不识大体、不顺大局的行动。这种倾向与在某种场合下中国人比西方人更容易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的倾向形成两个极端。同一条文法的规律使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趋于团结的民族，也是世界上最喜欢自己人整自己人的民族。